我们帮刚上班没多久的朋友们筛了8款车，供大家参考。如果有其他的推荐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里补充。话不多说，直接进入主题。第一辆车是雪铁龙世嘉标致308，因为这两辆车用的同一个底盘，所以我就放在一起讲了。这两款车大致分为 1.6 升和 2.0 升两个版本，都是 L4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分别是117和147。1.6 升的版本在起步和爬坡的时候会略显吃力，不过得益于法国底盘的加持，正常行驶的操作感还是比较给力的。空调的制冷效率偏慢，可能需要几分钟温度才能降下来。车主们的平均油耗在 7.8 升左右。世嘉有2厢版和3厢版，3厢版的后备箱容积为481升，2厢版只有318升，而308的后备箱就要比世嘉大一些，有565升。一个标准的28寸行李箱大概是100升，所以在日常使用上不会有什么问题。世嘉的仪表盘则在中控，并且方向盘设计成了内圈固定、外圈转动的形式，这样的设计是为了保证安全气囊永远在最佳的位置。而308则是偏向主流设计，没有那么个性，但308在外观设计上要比世嘉更年轻、运动一些。总的来说，世嘉和308各有各的优点。如果你想要有不一样的体验，可以考虑入手世嘉。如果是纯小白的练习车，那么还是308会更好一些，毕竟308的设计更偏向主流。第二辆车是标致301雪铁龙爱丽舍，同样这两辆车也是用一个底盘。301和12年以后的爱丽舍可以说是孪生兄弟。这两辆车同样采用 1.6 升 L4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均为147，起步较为吃力，愿意给油门会好很多。得益于底盘优势，高速行驶很稳，但是车子隔音较差，胎噪比较明显。不过在低速行驶的时候，因为方向盘电动助力，转向不会太费力。后备箱的容积为485升。在外观方面呢，301更显年轻，而爱丽舍则偏向于成熟。但爱丽舍的保有量比301高，在维修成本上会相对便宜。它们在内饰上的区别就没有那么大了。两辆车的车主们的平均油耗在 7.2 升左右。第三辆福特嘉年华，这个价位可以买到13年左右的。嘉年华搭载 1.5 升 L4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110，分为2厢版和3厢版，后备箱容积分别为270升和470升。车主们的平均油耗在 6.8 升左右。嘉年华的方向盘指向较为不错，在操作上比较灵活，不过发动机偏向高转发力，市区行驶起步较为吃力，底盘也偏低，后悬架偏硬，过减速带可能不会太舒服。在外观上，嘉年华的前脸设计偏运动，较为前卫，并且嘉年华的油耗偏低，所以当代步车是个不错的选择。第四辆别克凯越，同样也是13年左右的凯越，搭载 1.5 升 L4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113，车主们的平均油耗在 7.7 升，在同价位中，底盘还行，在高速行驶的表现不错，比较稳。在外观上，凯越的前脸看上去较为大气，整体风格也是偏稳重。凯越是标准紧凑型车型，车内乘坐空间尚可，后备箱有405升，但是车内的储物空间比较少，门板上的储物格无法放矿泉水。再就是凯越的车喇叭不是在车标处，而是在扶手的大拇指处，转向的时候按喇叭可能不太方便，并且方向盘偏重，女性可能会不太习惯。总的来说，还是不建议纯小白入手。第五辆大众 Polo 的年份可能要早2年，在11年左右。11年的 Polo 可大致分为 1.4 升和 1.6 升两个版本，最大马力分别为86和105，起步较为一般，但加速还不错。车主们的平均油耗在 6.8 升。车内的乘坐空间分布偏向于前排，导致后排空间较小，成人会略挤，做小孩会比较合适。Polo 分为2厢版和3厢版，后备箱的容积分别是250升和420升，并且车尾没有防撞梁，这是比较离谱的。再就是后轮是鼓刹，不是碟刹，这就是大众的有些不厚道。第六辆大众捷达，年份也还是13年左右。捷达可大致分为 1.4 升和 1.6 升两个版本，最大马力90和110，要比 Polo 大上那么一点。车主们的平均油耗也比 Polo 低一些，在 6.4 升。不过捷达在怠速的时候，发动机的声音会比较大，同样起步偏弱，只有转速达到一定程度才会好一些。作为紧凑型车，后排空间较为合理，不会显得拥挤，但后排的地板有些偏高。后备箱的容积466升，和 Polo 一样，车尾没有防撞梁和后轮是鼓刹，手刹的设计也不太合理，需要先将扶手搬起。在外观上，13年的捷达迎来了一个改款，让捷达显得更年轻一些。第七辆吉利帝豪，这也是这些车中能选的年份最小的一辆车之一，能买到16年左右的。捷达主要可以分为 1.5 升和 1.3T 的版本，同样是搭载 L4 的发动机，最大马力分别为109和133。不过 1.3T 的版本会有些难买到，车主们的平均油耗在 7.8 升，起步较慢，上坡吃力，这基本是算通病了。减震器偏硬，不过储物空间还不错。后排配有可收放的扶手杯架，不过后排没有空调出风口，会有些难受。3厢版的行李箱容积出色，在680升，2厢版为390升。因为年份较新，所以配置也会好一些，有一键启动等等功能，在外观上也会显得年轻一些。第八辆长安逸动，
也同样能买到16年左右的。逸动都是搭载 1.6 升 L4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 GDI 版的为128马力，普通版的125马力，车主们的平均油耗在 7.4 升左右。同样，因为年份较新，配有上坡辅助，但上坡比较费力，低速行驶可能会有错顿感，高速行驶风噪较大，不过高速较稳。多功能方向盘和倒车辅助等功能也都有。总的来说，如果你想买年份较新一些，帝豪和逸动是个不错的选择；想要买乘坐空间大一些的，逸动和帝豪依旧是不错的选择。满足日常出行但对后备箱大小有需求的，帝豪和308不错。想要车辆更省油，捷达、Polo 和嘉年华不错。新手练习车不推荐世嘉、凯越。这里还是要强调一下，开车不和打游戏一样有新手保护期，只要拿到了驾照，不管你开的是新车还是旧车，都是要为你的行为负责的。如果上述没有你中意的车型，你想要自己找车的话，这里也简单讲一下如何寻找。首先，尽可能在市场保有量大的车型中列选，年限较长的二手车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毛病，保有量大意味着零部件好找，维修价格也会更加便宜。确定好车型之后，可以用汽修宝这个软件查一下这款车开久了以后大概会有哪些问题，而这些问题你能不能接受。实地看车这种偏专业性的工作，还是请专业人员操作会比较稳妥，并且每一辆二手车的价格都不一样，而影响价格的因素主要为年份、公里数、事故，所以基本上都是一车一价。这里也简单说一下对于汽车事故严重程度的判定。首先，汽车可以大致分为3部分：结构件、加强件、覆盖件，可以简单理解为汽车的骨头、肌肉、皮肤。结构件也就是车的主架，是不可更换的部件，结构件坏了就好比骨头断了，生物可以自愈，但汽车不行，只有通过钣金或者焊接的方式进行修复，但是很多肉眼无法看见的裂缝是无法修复的，这些都是暗病。要知道，汽车事故受到的撞击力也好，冲击力也好，可是非常大的，所以结构件受损，汽车整体的安全性就会大幅下降，存在极高的安全隐患。这类车基本都被定性为大事故。虽然这类车的价格偏低，会脱离市场价，但出于安全考虑，非常不建议大家购买。加强件也就是汽车的一系列可更换的强化保护结构，比如防撞梁、尾板之类的。这里说一下，如果是塑料材料的水箱是不算作加强件，只伤到了加强件，如果不做更换，只维修的话，虽然没有那么严重的安全隐患，但总体的安全程度还是会有所下降。所以只有加强件受损的车可能会被定性为中等事故，这类车可以考虑当做备选。覆盖件也就是车门、机舱盖、后备箱等等部件，因为正常在行驶过程中刮蹭是在所难免的，如果只是有轻微凹陷、掉漆，对整体的结构影响不大，所以一般会定性为小事故或者正常磨损。这类车可以作为主要的挑选对象。总的来说，二手车最怕那种看不见的暗病，这种看不见的暗病是最致命的。好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想看其他价位的推荐的话，不要忘关注我们哦。